上一集中说到，九里海滩，乔巴等人遇到了被浪潮吹上岸边的大妈。大妈大概是溺水导致脑袋缺氧，失去了记忆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，只是一脸痴呆相看着乔巴等人。大蛇成立的宴会上，小女孩阿护突然大笑，惹怒了大蛇将军。大蛇本要当场处决阿护，这时花魁小子跳出来，给了大蛇一巴掌，将大蛇将军的怒火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大蛇变身成霸气大蛇形态，将小子咬在嘴中。小子这边生命岌岌可危，罗宾这边也遇到了大麻烦。追杀他的忍者找上门来，一眼认出了罗宾。罗宾怀中抱着阿护，急中生智，面对包围过来的忍者，思考脱身的办法。阿护在罗宾的怀里疯笑，请罗宾救救花魁。罗宾表示很无奈，现在自己脱身都困难，别说救别人了。忍者团缓缓地将罗宾包围其中。这时传来一声巨响，另外2个忍者冲破了防护，尖叫着闯了过来。跟在2人身后的是化身幽灵的布鲁克，比皮皮虾还皮的布鲁克一边惨叫着，一边向忍者团们爬过来。这些忍者每个人都一副老子最牛的表情，结果看到鬼魂布鲁克后，全部破了防，吓得尖叫连连。罗宾趁机用果实能力变化出一双大手，将另外伺机行动的忍者干掉。一名女忍者举起狙击枪，准备给罗宾来一发。布鲁克扑过去，惨叫道：“让我带你去投胎吧！”女忍者嗷的一声尖叫出来，跟着其他忍者拼命的逃跑。大蛇城宴会厅的天花板上，娜美和小忍已经埋伏在这里好久了。此时看到宴会厅里一片大乱，罗宾和布鲁克居然都在，2人商量着即刻出手将罗宾救出来。这时从暗中飞出来一条铁链，紧紧地拴在了娜美的脖子上。小忍眼疾手快，一刀将铁链斩断。暗处爬出来一个蒙面忍者，小忍看到他之后发出惊呼：“你是山椒鱼半藏？”原来2人早就认识，从这个忍者的谈话中可以得知，曾经的小忍是一个可以迷倒万千少男的性感女忍者，自己也是拜倒在小忍16群下的少年之一。只是没想到，就几年不见，小忍居然已经胖成了欧巴桑。看来小忍并没有吹牛，他还是辉煌过一段时间的，谁还没个年轻呢？这个低配版的山椒鱼半藏和小忍一顿得不得的埋怨，再仔细一看，欧巴桑你是谁？你根本不是我认识的小忍。小忍直接一招击飞弹打术将半藏打倒，再趁机用腐蚀术溶解了天花板，带着娜美从天花板上跳进了宴会厅。天花板剧烈坍塌，一块板子掉下来，不偏不倚的砸到了大蛇那根吊着小紫的头上。小紫从大蛇的嘴里脱身出来，大蛇甩了甩肥大的脑袋，爬起来。狂死狼走过来，挡在大蛇和小紫之间，眼神中带着杀气，手指微动，50刀出鞘。大蛇一愣，小紫一直是狂死狼罩着的，全花之都都知道。现在你小子为了保小紫，还想和我干一架吗？狂死狼默默转过身，面对跌倒在地的小紫，你居然敢反对大蛇将军，小紫嫌命长了吧？小紫面对满身杀气的狂死狼，面不改色，一脸从容。狂死狼拔出50刀，摆好了造型，举起刀来，足足砍了1分钟。这把50刀终于砍在了小紫的身上，小紫娇喘一声，鲜血崩出。狂死狼又摆了1分钟的 pose， 小紫才终于倒地。周围的人惊讶地张开了下巴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水贼王并非浪得虚名，果然够水。”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，花之都的头牌和治国花魁居然就这样被干掉了。那你他之后就没有戏份了吗？刚出来几集就被领了盒饭，那要这个角色有何用呢？莫慌，尾田可是伏笔狂魔，他欺骗读者也不是1天2天的事了。后面小紫依然有戏份，大家为香消玉损的小紫感到惋惜，有人为她痛哭流泪。和治国第一美女，无数男人憧憬的对象，死之前那些对小紫日思夜想的男人，连她的手都没摸过一下。大蛇的眼泪飙出来了，这个女人我连碰都没碰过，就这样死了，这也太可惜了。不如趁热将她打包起来，火速送到医院抢救。没人想着上前查看小紫是否死透，有人忙着逃命，有人忙着尖叫，有人忙着摆 pose。大蛇勃然大怒，怪罪狂死狼不该如此莽撞，在没有得到自己命令的情况下将自己心爱的女人杀死。狂死狼很会找理由，他以对将军不敬的人理应处斩为借口，将大蛇将军硬生生给噎了回去。大蛇碍于脸面，不好当众怪罪狂死狼，否则自己的尊严哪里放？和治国有很多对大蛇将军不服不满的人，应该找个冒头的人来个杀鸡儆猴。只是大蛇没想到，这个鸡居然是只名鸡，而且还是自己都没碰过的名鸡。呜呼哀哉！
众人一看，纷纷赞叹道：“黄四郎真是太忠心了，为了维护大蛇将军的地位，居然能亲手杀了自己旗下的一击。”大师一看大家都这么说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一仰头，眼泪流回心底。黄四郎收了刀，低头一看，地上居然有一张姐妹们画的那种暗号纸条。黄四郎见四下无人，将纸条收入囊中，若无其事地走开。大蛇左右看了看，将泄愤的目标锁定在了罗宾怀中的阿护身上。这个臭小鬼，如果不是他在那里像疯子一样傻乐，就没有这个事情，小子也不会死。现在就拿他的命来宣泄愤怒。大蛇冲向阿护，罗宾抱着阿护向外面逃去。娜美见罗宾有危险，用天后棒召唤出雷云宙斯。几集不见，宙斯还是一脸憨批样。娜美从天后棒中变出许多小雷云，宙斯迫不及待地将雷云吃了下去，身体瞬间蓄满了电能，变成了危险的黑色。娜美大叫一声，挥动天后棒将宙斯身体内的电击引向了大蛇，10万伏特的电压打在了大蛇的身上，不仅将大蛇击垮，周围的小喽啰也一并卷入雷电之中。电闪雷鸣之中，小忍将娜美和罗宾一起带上风筝，从空中顺利脱身。逃出去的娜美、小忍、罗宾、布鲁克按照暗号与看侍郎在大雪纷飞的一个后山的废弃屋子里集合，众人互相交换了情报。看侍郎听说小紫被杀了，也很吃惊。不过黄四郎这个名字他倒是没听过。20年前，和之国的第一黑道老大是花之兵五郎，他可是实力强大又重情重义的人物。如果兵五郎老大在花之都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。可惜呀，物是人非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现在的黑道是睡眠黄四郎的天下。罗宾和娜美更担心阿护，那个小孩子无处可去，被暂时送到了黄四郎经营的青楼里继续的秃头。可是黄四郎连自己手下的头牌花魁都杀，他会不会对阿护也下手？娜美决定再回一趟花之都，找到阿护。布鲁克瑟瑟一笑，既然要回去，不如直接去泡个温泉解解乏吧。此提议一出，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支持。和之国这个地方天气变化无常，前一阵还艳阳高照，此时突然鹅毛大雪，这样的天气谁不希望泡个热水澡呢？看侍郎看见罗宾，随口问道：“不知道罗宾将收集了哪些情报？”罗宾低下头，傲娇地说：“我收集的情报很少，我好没用啊！我只是知道了决战当天大蛇的起床时间，要送去鬼之岛的贡品内容，凯多喜欢的东西和手下的组织、兵力和武器数量。”看侍郎惊呆了，罗宾以前是干间谍的吧？也太能干了！布鲁克告诉大家，自己在一个隐秘的房间里找到了历史正文，但不是红色的路标正文。罗宾由此推测，红色的路标历史正文很可能就在鬼之岛。镜头来到大妈海团，女王妈妈圣歌号被金一脚踢下了瀑布，虽然船侥幸没有翻，不过他也暂时失去了再次攀登瀑布的机会，只好等在原地。佩罗斯佩罗从大妈的生命卡片上得知，大妈现在安然无恙，大妈没死，那么他现在的去处只有一个和之国。如果大妈只身登陆和之国，他一定会被凯多抓起来的。虽然以前大妈和凯多是伙伴，不过现在二人同为四皇，是死敌。大妈一旦落入凯多的手里，后果只有一个，就是死。弗兰佩大惊，大妈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佩罗斯佩罗平静地说：“简单，原编制不变，我们改个名字就行，就叫佩罗斯佩罗海贼团吧。”大副跳起来反驳道：“如果船长大妈真的死了，海贼团当然是卡塔库利掌管了。”佩罗斯佩罗不服，二人争执起来。兔警囚犯采石场，路飞非常慷慨地抓了一大把的食物兑换券，给了个矮个子的纹身老爷子。老爷子千恩万谢，开开心心地转身离开。这一幕被一只蝎子形状的给付者看在眼中。路飞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犯疑惑：今天怎么没看到又吵又闹的基德呢？突然，广播里传出一条振奋所有囚犯的惊人消息：尤斯塔斯·基德越狱了。路飞现在根本没有闲心去管基德那个爱惹是生非的刺儿头，他拖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锄头，卖命的工作，干完自己的一摊，又去帮那个矮个子老爷子干活。老爷子很感激路飞，路飞洒脱一笑：“我这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我自己的修行。”说完，路飞又掏出一大把兑换券给老爷子，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去换团子吃。这时又登场了两个人造恶魔果实能力，一个是看守羊驼精，一个是副看守长真打蝎子精。羊驼精来找路飞的麻烦，一边往路飞的脸上吐口水，一边逼问尤斯塔斯基德的下落。蝎子精观察纹身老爷子半天了，这个老头自己干的活不多，兑换券倒是一大把，看来是有人帮他，必须得给他制造点麻烦，让他长长教训。羊驼精把路飞烦得要死，吐出来的口水又臭又脏。路飞一脸厌恶，羊驼精嚣张地说道：“你敢反抗？一次反抗打断手，二次反抗打断腿，三次反抗直接杀头。”路飞一脸鄙夷：“你先能打得过我再说吧。”
突然旁边传来惨叫，路飞扭头一看，蝎子精正在凶残的虐待纹身老大爷。多余的废话就不说了，总之蝎子精就是找个借口教训下老大爷。这一下可惹怒了路飞，他沉着脸拨开人群走向蝎子精。小紫之死的消息第二天就被花之都天桥说书的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何志国自己印刷的头版报纸也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新闻。山治很痛苦，美女的死亡简直就是整个世界的损失。罗德注意到有一则报道中刊登了尤斯塔斯·基德的越狱消息，乌索普听后立即追问道：“路飞怎么样了？”罗摇摇头，并没有看到关于草帽当家的新闻。不过兔警一定有大麻烦了。山治拿着自己的战斗服铁罐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我这边的麻烦更大，你们谁知道你浴池怎么走？”酒里的简陋村，小玉等人带着失忆的大妈来到了阿赫的茶馆。阿赫见有新朋友来，立即招待了一碗红豆汤。这么一小碗，给大妈漱口都不够。大妈一仰头就喝了个精光。不过失忆的大妈突然变得温和起来，也没有之前吃不到想吃的食物就爆发嘶嘶症那么恐怖。她非常善解人意地看着阿赫，说道：“虽然我没有吃饱，但你也是个穷人，谢谢你。”乔巴躲在后面，不敢面见大妈，生怕她记起自己的脸。大妈告诉陶之助和小玉、小菊，大妈是个非常可怕的人物，与四皇凯多同为四皇。小玉一听就兴奋了，这等战斗力不用可惜了，简直就是天赐良机。我们把阿玲引到兔井，这样就可以将路飞大哥解救出来了。乔巴愣了，连连摆手：“你们还想利用大妈找死啊？”他告诉小玉他们，大妈很危险，是为了让他们多加小心。没想到小玉和陶之助一点都不怕。乔巴严肃地说：“如果这个人恢复记忆，大家都得死。”小玉坚定地回应道：“我不怕，我一定要救出大哥。”乔巴又不过小玉，他自己也很想救出船长路飞，于是硬着头皮去找大妈商量。大妈虽然还能保持和蔼可亲的状态，但是她肚子很饿，看乔巴的眼神都充满了欲望。乔巴背脊阵阵发凉，吓得不行。小玉和陶之助走出来，勇敢地看着大妈，请大妈与他们一同前往兔井。大妈一脸疑惑：“去兔井干什么呢？”小玉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因为兔井有大看板们喜欢喝的小豆汤。”乔巴看到大妈正贪婪地看着自己，赶忙猛点头。一提到小豆汤，大妈就来了精神，她舔了舔舌头，当即答应了下来：“我们就去兔井吧。”话不多说，大妈揍服了一头鳄鱼之后，与乔巴等人踏上了前往兔井的路。小玉特意联络了自己的师傅，向飞车说明了情况。飞车哭嚎着小玉带着陶之助大人回去，小玉无情地挂断电话。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信息：陶之助在一边努力练习剑术，嘴里不断发出 snatch 这个词汇。小菊问陶之助哪里学来的，陶之助说是索隆十郎告诉他的，这个词的意思是振奋。小菊表情严肃起来，厉声呵斥道：“绝对不许再说这样的词，因为在酒里的古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词语，含义很不妙。”陶之助想问个究竟，小菊再不多说。这个词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会不会和索隆的真实身份有关系？我们拭目以待。